让我留意这方千古界的动静。一旦你捏碎雷心宗主的信物，便让我立即过来接引你，带你前往万域雷宗。原以为你还要在这千古界多待一段时间的，没想到这么快便捏碎玉简了。原来如此，这苏命竟然得到了万古界一位强者留下的机缘，得到了前往万古界的机会。哎呀，这运气！原本我是想在这千古界多待一段时间的，可惜。苏命师弟，你现在可以跟我走了吗？血阳师兄，实不相瞒，师弟我在这千古界内有一仇敌，还是不死不休的那种。今日若非师兄你出面，我现在恐怕已经成为一具尸体了。若不将此人斩杀，我根本没法安心前往万域雷宗。所以希望师兄你能够出手，替我灭了这仇敌。哦，苏命师弟，你的仇敌是谁？我替你出手，将他灭杀了就是。多谢血阳师兄。血阳师兄，我的仇敌便是他，望血阳师兄你出手将他斩杀，师弟感激不尽。就这小家伙吗？小子，既然我这师弟想要你死，那你便去死吧。哼，这千古界的空间还真是薄弱。走了，剑无双，安心去死吧。什么？万域雷宗？哼，好一个万域雷宗！连我萧帝大人看中的人都敢出手，好大的胆子！有机会我会替萧帝大人去拜访你们那位雷心宗主的。萧帝大人，苏命师弟，走，我们赶紧走。还好主人一直有留意这边的情况，亲自出手了，要不然……剑无双，这苏命已经去了万古界，你想要杀他，看来只能等今后了。万域雷宗，苏命，你给我等着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便会来万古界找你的。你的事情都处理完了？处理完了，虽然中途出了一点意外，但是好在有地景前辈出手。不过是打一个天神境的小家伙而已，小事一桩。天神境？那个天神境的小家伙倒算不得什么，不过他背后的万域雷宗，在天穹域内倒也算是一方不弱的宗门了，里面永恒境的存在都有几位。你今后去了天穹域，要找万域雷宗的麻烦时，可得小心了。永恒境？小家伙，你不是一直渴望得到这第二颗灰色石珠吗？我现在便将它给你。等你将大天造化诀后边几大境界了解之后，自然就明白这天神境、永恒境的概念了。这是大天造化诀的上卷，竟然仅仅只是为了打造出完美根基来。那下卷的逆天四步才是最重要的。看样子我依旧是小瞧了大天造化诀，也不知道我这逆天四步跟普通武者的四大境界都有哪些不同。万古界的四大境界，之前出手的那血阳是天神境，而万域雷宗内还有数位永恒境层次的强者。凌霄境、天神境、永恒境、道尊境，这四大境界当中，凌霄境最为普通。在万古界，那些宗门的普通弟子大多都是凌霄境这一层次。
这一层次在万古界也是处于最底层的。像天穹盛会，虽说会有无数千古界的强者前来参加，可这些强者最起码也得是达到凌霄境才有资格。天神境这一层次在万古界的那些宗门当中，也勉强算得上是一个人物了。一些实力极强的天神境，放到万古界一些偏僻的地方，还可以去当土皇帝。而永恒境，永恒不朽，寿命无尽，达到这一层次，就算在万古界也称得上是强者了。万古界内很多宗门，最强的也就这一位永恒境强者，且这等强者不管是去了哪方势力，都非常受人重视。至于最后的道尊境，道尊是万古界的巅峰强者，至高的存在，万古界真正的霸主。当然了，这4大境界只是普通武者的层次，而你修炼大天造化诀，身为逆修，却是拥有一切可能。距离那天穹盛会开始还有接近3年的时间，这3年我会尽可能的将你的实力提升上来，让你有机会在这3年之内便踏出那逆天的第一步。而达到你这样的层次，实力想要提升，无非就只有2种方法。第一种是提升对道的感悟，而这第2种则是秘技。先是对道的感悟。道由本源演变而生，参悟什么本源，便演变什么道。像你之前接触过的不少武者，他们几乎都是利用兵器之道与本源结合，这才掌控的道。然而本源之道是本源之道，兵器之道是兵器之道，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概念。他们强行将2种不同性质组合在一起，尽管也掌控了道，可这种道不伦不类，严格来说根本无法归纳于道当中。靠这种捷径方才掌控道的武者，如果没有强者指点，及时纠正过来的话，那么他们注定一辈子也只能停留在凌霄境，再无法有任何提升的空间。小家伙，我知道你感悟2种本源，其中对杀戮本源感悟更高，已经领悟杀戮之道了。不过很遗憾，那杀戮之道我并不擅长，所以我只能让地景来指点你。地景前辈，小子，我专攻杀戮之道，虽说之前出过一些岔子，险些身死，但现在却是已经恢复过来了。以我对杀戮之道的感悟，就算给一个永恒境的强者当师尊，都绰绰有余了。我指点你，自然不是什么问题。另外，你之前得到的6重楼，其实是我给你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接下来的3年时间，我这杀戮本尊便拜托地景前辈你了。杀戮之道我虽不擅长，可我却擅长世界之道。啊？这是世界牢狱，这世界牢狱完全由世界之力汇聚而成。你待在这世界牢狱当中，可以很清晰感应到周边的世界之道，且这世界牢狱也会不断对你进行逼迫，会给你带去一次次的历练磨难，而你要做的便是尽快悟出世界之道来，然后尽可能将这重世界牢狱给彻底破开。是这样啊？道分9重，在这世间道有很多种，但不管是哪一条道，都有着9重玄奥。
这9重玄奥每一重都高深无比，像你还有这千古界的众多领悟了道的武者，都仅仅只是刚刚跨入道的门槛罢了，对道的感悟还非常低微。别说是9重玄奥了，光是那第1重玄奥对你们来说就无比艰难了。仅仅是第1重玄奥就无比艰难？没错，别说你们这千古界了，就算是在万古界内，一个凌霄境能够在一条道上完全悟透第1重玄奥的，那都是非常罕见。这种人放在万古界也是真正的天才，足以让很多宗门去抢夺的那种。而你面前的世界牢狱，就需要将世界之道的第1重玄奥完全悟透，方能够破开。小家伙，你放心，我并非是要你在这3年时间之内必须将这世界牢狱破去，而是要你尽量去破，能破出多少是多少。那世界之道的第1重玄奥，你能领悟多少便是多少。哦，这还算好。好了，你先去那世界牢狱试试看吧。好神奇啊，好奇妙啊！组合，规律，好强的威能。这便是萧帝前辈说的世界牢狱内的逼迫吗？可这逼迫未免太离谱了点吧。如此密集又强横的攻势，我必须全神贯注才能够避开，又如何有时间去精心参悟世界之道呢？这些巨手蕴含的世界之力好浓郁，而且还很奇特。世界之力竟然还可以这样运用。悟出来了吗？小家伙，出来吧。萧帝前辈，悟出世界之道来了。是。只用了2天，便领悟出世界之道。虽说跟世界牢狱有一定关系，但更大的还是你自身的悟性。的确不错，不愧是我那位故友的传人。他的大天造化诀不仅给你打造了完美的根基，就连悟性在无形当中似乎也提升了不少。你刚领悟出世界之道，还有着极大提升的可能。那世界牢狱对你用处依旧极大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你便继续待在那世界牢狱当中参悟，直到那天穹盛会开始，或者你将这世界牢狱完全破开为止。是。另外，道的感悟只是实力的其中一方面，还有那秘技对实力提升而言也至关重要。秘技是对道的感悟达到一定层次，再配合兵器之道，不断摸索钻研出来的绝招。秘技分为很多种类，但大多都是用来做攻击威能的。而秘技也有着强弱之分，在万古界，秘技按照威能强弱分为了诸多层次，其中最普通、最低微的，也是你现在有资格去创出的，便是1阶秘技。1阶秘技？1阶秘技只是最普通的秘技，可对凌霄境这一层次的武者来说，创出了秘技跟没有创出秘技完全是2种概念。就算创出的仅仅只是最普通的1阶秘技，那战力同样可以提升数个档次。像这方千古界，能号称攻击威能第1的黑暗神帝，便创出了秘技，而你跟他打过交道，也感受到他那秘技威能吧？黑暗神帝的秘技威能的确非常可怕。可怕？那黑暗神帝创出的那一招，
也算是秘技吧，不过却只是非常勉强，堪堪达到1阶秘技的门槛。按照1阶秘技划分的初等、高等、顶尖3个层次来说，那黑暗神帝创造的那一招，勉勉强强只能算是个1阶初等秘技。1阶初等秘技，还只是勉强达到要求。你修炼到现在，时间毕竟太过短暂，且又只剩下3年时间，你对秘技一点了解都没有。若是让你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想要创出秘技来，哪怕你天赋再高，恐怕也需要非常长的时间。所以，这乾坤界内有着众多秘技，且都是剑道秘技，是万古界内一些剑道武者所创的。这些秘技，你大可拿去观摩借鉴，这样一来，可以大大缩小你领悟出秘技的时间。当然了，毕竟你现在实力还太弱，永恒境以上剑道强者所创的秘技，我就算给你，你也看不懂。所以这乾坤界内的道法秘技，大多是由天神境层次的剑道强者所创的，还有一些则是凌霄境所创的。除了这些剑道秘技之外，在这3年时间里，我还可以指点你10次。你若是在世界之道的感悟，或者是剑道秘技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可以来问我。不过，你只有10次机会，可得好好珍惜了。晚辈明白，多谢前辈了。去吧。这小家伙自身天赋本就极高，又因为修炼了大天造化诀的缘故，拥有了完美根基，悟性也是大幅度提升啊。3年时间，对别人来说不过是稍瞬即逝，可对他而言，却足以令他的实力有大幅度的提升。就是不知道这小家伙最后能提升到哪一步了。萧帝前辈待我不薄，给了我这么多机缘条件。这3年时间对我而言绝对是一场莫大造化，这3年我一刻也不能浪费，必须想方设法尽最大可能提升我的实力。至于最后到底能提升多少，一切就看3年之后了。3年了啊，这小家伙进步倒是够快的，不愧是我那位固有的传人呐。可惜，他还是没法将我那世界牢狱给完全破去。父亲，回来了。我今日是来向父亲你告别的，今后我应当不会再来这儿了。告别？是因为那件事？是母亲大人亲自吩咐。冷氏，那个贱婢，那贱婢已经疯了。他也在。这最后一步，我感觉自己隐隐已经触摸到了，可始终还是略微差上一丝，才能够真正领悟。剑无双，冷如霜小姐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了。我马上就要离开这方千古界，且我今后应当不会再回来了。啊？我在这方千古界待了很长的时间，而你，是我在这千古界内唯一一个有过交际的人，勉强也算得上是我的朋友。在离开前，我再送你一首曲子，也不枉你我相识一场。这时，这小子竟然突破了，在双儿的琴音下，世界之道取得了突破，
将那第一重玄奥完全领悟了吗？这世界牢狱，不过就是对世界之力的一种运用手段罢了。之前我觉得这世界之力组合的规律无比玄妙，可现在当我将世界之道的第一重玄奥完全领悟后，这世界之力的组合规律却对我不曾有任何神秘感。不管怎么说，世界之道的第一重玄奥我是彻底领悟了。我得感谢冷无双啊，若非是有他的帮助，我想要领悟那最后的玄奥，怕是没这么轻松。哎，冷无双呢？小家伙，萧帝前辈，他走了？走了。这么急啊？难道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小家伙，怎么？你很担心我女儿？冷无双小姐是我的朋友，且对我也有恩，她的安危我自然担心了。只是这样，小家伙，你很幸运。我女儿一出生便伴随着冰心之体，在体质的影响下，她生性冰冷，几乎很难有什么事引起她的情绪波动。如此冰冷的性子，也就导致她在万古界虽然有众多仆人侍女，可真正能够跟她说得上话的人根本没几个。至于朋友，我这女儿出生到现在，从来没有人能够被她认可，成为她的朋友。你是第一个。啊？或许是因为你曾帮她转化过体内的冰心蛊毒，或者是因为你身上有某种东西，或者是某种性子吸引着她。总之，你的的确确是她的第一个朋友。小家伙，我这女儿在万古界虽然有无数天才强者疯狂追求，但她从没跟那些天才强者说过2句话，而你能够成为她的朋友，这岂不幸运？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，你可得好好把握住了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个了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那天穹盛会。再过2天，那天穹盛会便会召开了。你能够在这之前将世界之道的第一重玄奥完全掌握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接下来，你也该突破了。突破？大天造化诀上卷仅仅只是为了打造完美根基，那逆天4步才是修炼的真正开始。而现在的你，各个方面早已经达到了完美，加上这3年的积累，对道的感悟更是有了莫大的提升。要跨出那一步，应当不难。不可思议，简直不可思议啊！现在看来，踏天境将会是我的天赋最高、修炼速度最快的一个阶段。等今后我突破达到第2步封神的时候，恐怕修炼速度不会再那般逆天了。可惜了，3年前我没法突破达到踏天境，不然这3年的苦修，我的实力起码还能再次提升1级啊！看来突破得很顺利。跨入第1步踏天，感觉如何？可有什么奇特之处？天赋悟性，我这位故友的手段还真是匪夷所思啊。那完美根基也就罢了，毕竟是可以依照自己的努力后天形成的，可一个人的天赋悟性，那可是上天赋予的，生来就有。可这大天造化诀竟是也能改变。好啦，你已经突破，接下来的时间去跟你的那些亲人好友去道个别吧。毕竟这次离开，想要再回到千古界，恐怕就要等到很多年以后了。来，老三，咱们今天必须要喝个痛快。我可是将我搜集的最珍贵的酒全都给拿出来了。
难得王源老大你今日这么大方，那必须得喝个痛快。可惜了，老四不在，不然就完美了。老四？老三呢？听说那万古界比千古界还要凶险得多，你独自一人前去那闯荡，可得小心点。可惜师尊对我另有安排，不然我也去弄枚千古令来，跟你一同前往万古界参加那天穹盛会了。放心吧，当初神州也是充满危险的，可结果我还不是一个人走过来了。萧帝前辈，那剑侯府就劳烦前辈你照看一二。放心吧，寻常的小打小闹我不会理会，可若是剑侯府碰到覆灭的危机，我自然是会出面的。如此便多谢萧帝前辈了。来了吗？诸位告辞了。去吧。老三保重。千古界、神州、南洋大陆，再见。万古界，我剑无双来了。这里便是万古界了，好稳定的空间。黑暗神帝，剑无双，黑暗神君明帝，你就是剑无双，我听说过你。能够让明君记的名字，在下都是三生有幸啊。这里已经是万古界，强者如云，我跟黑暗在千古界的那些名头什么都算不上。你也别叫我明君了，叫我名字，我本名叫明六。叫我无心，到了万古界，我可不敢再以黑暗神帝自称了。万一有哪位强者听到黑暗神帝4个字不舒服要杀我，那我就惨了。看样子咱们这方千古界就只有我们3个得到了千古令，前来参加这次天穹盛会了。那里竟然还有片教场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片教场上的人应当是那些本来就来自万古界的天才。万古界的天才？哎呀，我所在的千古界曾经诞生过一位极强者，这位强者据说已经达到了永恒境，就算在万古界内也属于真正的强者了呀。他回到千古界以后他就说过，万古界跟千古界那差距甚远呐。出生在万古界的人，那生来得天独厚，他们只要修炼，哪怕天赋再低，那100年之内都能轻松修炼到凌霄境层次，且在道的感悟上都能有一定造诣。至于那些天赋稍微强些的，只用数十年便突破凌霄境的比比皆是，对道的感悟更是奇高。这些先天优势根本不是我们千古界所能相比的。唉，人比人气死人呐！这万古界，哪怕是最普通的地方，灵气本源的浓郁程度都是千古界的100倍以上，而一些奇特之地，灵力本源浓郁程度比千古界要好上数百倍、上千倍的估计都有。在这么好的条件下修炼，当然比我们千古界的人要强了。也难怪那些万古界的天才们会瞧不起我们跟他们先天条件上差太多。哼，不过是修炼条件好些而已，得意个什么？以后我们也会待在这万古界修炼的，将来的成就未必就会比他们要低。欧阳轩，杂碎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这一枪，好可怕的秘籍！这人掌握的是完美的光明之道，且领悟极高。他施展的枪法是他自创的秘技，这秘技是1阶高等秘技啊！什么？这么简单？仅仅是
这样一点，就把那一枪给化解了。这人领悟滴水之道，且领悟极高，距离将第一重玄奥完全领悟，怕都不远了。哼，想杀我，凭你还差了点儿。太强了，这两个人好生可怕呀！特别是翩翩公子模样的年轻人，他在领悟了滴水之道的同时，还领悟了疾风之道，而且领悟都极高，创造出的秘技同样强悍无比，比我要强太多了。混蛋，竟然强成这样！万古界，这便是万古界，强者如云，天才遍地。哪怕是随便出手的一位天才，实力跟我比起来，都差不了太多。真想跟那些万古界的天才们交手啊！你们在做什么？大人，是他先出手，我这才出手抵抗的。我总不能站在那里任由他杀死吧？天穹盛会期间，除却在特定的地方比斗较量之外，任何人都禁止出手随意厮杀。你违背天穹盛会的规矩，剥夺你参加天穹盛会的资格，滚！欧阳轩，我不甘心，不甘心！都听着，天穹盛会是整个天穹域众多宗门联手举办，是天穹域最大的盛会，规矩森严。刚刚那人只是小丑，而接下来，谁敢不按规矩办事，一律杀无赦。天穹盛会每3000年举办一次，乃是整个天穹域最大的一次天才大会，而你们这些人，有的来自万古界，但更多来自众多千古界。但在天穹盛会期间，人人平等，一切靠天赋实力说话。只要实力够强，表现出来的天赋够高，同样可以拜入天穹域那些顶尖宗门麾下。归根到底一句话，天赋、实力，这才是王道。天穹盛会共分为4轮，每一轮结束都会淘汰大部分人，实力越强，走到最后，拜入宗门的机会也就越大。1个时辰后，第1轮天才战便会开始，你们好生准备下。4轮天才战，不知道这4轮都会经历些什么。我虽然不清楚这4轮天才战的内容，可我听我所在的千古界的前辈说过，这天才战第1轮就无比重要，只要能够通过第1轮，便算是不错的了。或许那些大宗门看不上我们，可拜入一些小型宗门的麾下去当外围弟子，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外围弟子通过第1轮，也仅仅只能拜入那些弱小宗门，成为外围弟子。能够成为一个弱小宗门的外围弟子，已经非常不错了。我那位前辈说过，每次天穹盛会，我们这些来自千古界的人，9成9连加入那些弱小宗门成为外围弟子的机会都没有，他们只能等天穹盛会结束后，自己独自一人在天穹域内闯荡。可天穹域何等凶险，没有宗门庇护，自己实力又弱，根本生存不了多久，便会被人灭杀。不管如何，最起码也得通过第1轮。那天才战到后边几轮我就不奢望，可这第1轮必须要通过。将通过第1轮为底线，然后尽可能的冲击到更高层次。第1轮天才战的战场就在那空间虫洞内。之所以会有2个空间虫洞，是将千古界与万古界分开来。也就是说，这第1轮天才战有2处战场，一处是来自千古界众天才战场，另一处也就是万古界众天才的战场。2大战场不会有任何交集。看来这第1轮天才战并不会跟这些来自万古界的天才碰面了。
这些万古界的天才，他们修炼条件比我们要强太多了，实力肯定比我们要强得多。不过还好，暂且不会跟他们碰上。不会跟万古界天才碰上，那我通过这第一轮天才战的几率可就大多了。这第一轮天才战，竟然是分开来，可惜了。哼，看样子只能等着第二轮天才战开始，才有机会跟这些万古界的天才交手了。没有万古界的天才出手，这第一轮一点意思都没有。现在你们可以进入那空间虫洞内了。都分散开来了。也不知道这第一轮天才战的内容规则是什么。都听着，这天才战的第一轮内容便是杀戮。至于判定你们能否通过第一轮的规则，抱歉，没有规则。如今所有人都分散在这片平原内，你们要做的便是尽可能的将你们看到的人都杀死，将你的实力彻底展现出来，就这么简单。至于最后的结果，自然会有人公布。你们现在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枚令符，这令符是你们的保命令符，若是遇到致命危机，这令符威能便会替你们挡住这道攻击，但同时也会立即将你送出战场，继而失去继续参加大会的资格。也就是说，在这片战场内，你们也无需担心自己的性命受到威胁。现在我宣布，天穹盛会第一轮天才战开始。没有任何规则，纯靠实力去杀戮，也就是说，就算躲起来也没用，必须去厮杀。杀戮的越多，展露的实力越强，通过的几率也就越大。杀！杀！死吧！怎么可能？我周边还有13人，必须全部击杀。我在我所在的千古界内，实力都足以排进前3，可没想到在这天穹盛会上，仅仅是第一轮天才战碰到的第一个对手，就被对方轻易击败，乃至击杀了。69号画面，使用战斧的光头男子，领悟大地之道，领悟极高，且创出1阶高等秘技，有资格进入第2轮，立刻记录。177号画面，穿着宽厚战甲的魁梧中年，我的名字叫风。领悟毁灭之道的天才风，疑似已经将毁灭之道第1重玄奥完全领悟，且创出1阶高等秘技，有资格进入第2轮，立刻记录。19号画面，使用长剑的黑袍青年，在杀戮之道领悟上还算不错，但剑术极强，尚不知创出了何等层次的秘技，待定。死吧！啊，太强了！杀戮继续。3天了，也不知道这第一轮天才战还要持续多久。你便是剑君主？红衣血色镰刀，你是血凤？这3天死在我手中的凌霄境已然过300位，但这些凌霄境实力都非常一般，连让我竭尽全力出手的人都没有。直到现在碰到你，希望你有资格让我使出全力。彼此。开始了。好强的威势！1阶高等秘技天星破，很厉害的剑道秘籍。你对杀戮之道的领悟明明比我要差上一些，可你创出的秘技威能却比我要强。剑君主，你是我这3天碰到的众多凌霄境当中唯一一个可以正面接下我刚刚那一招，且不落下风的强者。接下来我会全力以赴。这血凤的确很强，不过仅凭这等实力，还没资格让我的世界本尊出动，光凭杀戮本尊就足以跟他抗衡。战吧！
剑君主跟血凤，这两个人居然碰上了。这两个人在战场上都拥有前30的战力，不管是谁，应该都足以轻松通过这一轮，根本没必要去拼啊。或许是这两人在自己的千古界都已经无敌太久了，好不容易碰到对手，所以才会激战吧。315号画面，剑君主与血凤一战，这2人都是可以晋级第2轮的天才，在这一届从千古界上来的武者当中，绝对是最顶尖、最优秀的一批。他2人的交战，用镜像画面详细记录，不能错过任何细节。将金江道的感悟运用达到极致了，竟然都无法击败他。别说击败了，就连丝毫上风都占据不了。这血凤，比我之前遇到的任何一名凌霄境强者都要强得多。单凭杀戮本尊想要击败他，要么是动用自己远比同阶更强的灵力与肉身的力量，要么便是动用那一招。既然不能暴露我的完美根基，那便用那一招。你们2个实力不错，我的名字叫风。风？前2天就听说风这个名字，原以为要等第2轮天才战才会跟他交手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碰面了。剑君主，血凤，你们2位实力都不错，有让我出刀的资格，接我一刀吧！怎么可能？仅仅1刀我便败了，差距怎么可能大成这样？的确太强了点儿，怪不得名气那么大，甚至都被公认整个战场前3，甚至是第1了。我被第1刀击败，而那剑君主实力跟我相当，面对那风，恐怕也只有被1刀击败的份儿。接下来该你了。一剑灭星，竟然没死！不仅没死，他逼退了风。啊，刚刚那一剑1阶顶尖秘技，那剑君主刚刚施展的秘技已然达到1阶顶尖层次，快，立刻记录！领悟杀戮之道的剑君主创出了1阶顶尖秘技，跟风交手，在风的一刀下虽然占据下风，但也逼得风后退了一步，属于难得的天才，其实力完全可以进入第2轮，甚至有希望进入第3轮。你是我在这片战场上遇到的第1个可以正面接下我一刀的人，你的实力很强，比我之前碰到的那些人都要强上不少。承蒙夸奖，你的实力同样很强。你的实力应该在这第1轮天才战上走到最后，我期待能够在第2轮的战场上再碰到你。我也期待着能够在接下来几轮看到你。哎，看，那就是风。好可怕的家伙！哎，听说在战场上的5天时间里，死在他手中的凌霄境数不胜数，就连被认定足以排进前30的那些强者，都有近10位死在他手里，且他出手都只是1刀，能够接下他1刀的屈指可数啊！这个风太可怕了。那位是火鹰，是一位跟风齐名的强者，2人实力都异常恐怖，但到底谁强谁弱，若不战上一场，恐怕真没人知道。那是玄影，据说之前跟火鹰大战过一场的。看到那名卑贱的黑袍青年没？他就是剑君主，在整个战场能够正面接下风1刀的，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，而这剑君主便是其中之一，且他还将风给逼退了一步。虽然实力比不上风跟火鹰，但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。也不知道咱们有没有通过这一轮。这是第1轮天才战最详细的资料，立即将这份资料送到各方宗门之内。是。通过第1轮天才战的名单已经整理好了，去宣布吧。你们这方战场通过了第1轮天才战的名单已经出来了，接下来我会一个个念到你们的名字，凡是念到名字的便是通过。武情、木战、
欧阳轩、灵狐。凡是被念到名字的900人，你们有资格参加接下来的第2轮天才战。至于剩下的人，全部淘汰。风、火鹰、龙影、冰山、剑无双、何轩、东方灵月、血凤。那剑君主竟然留到了最后，难道这剑君主之前跟我厮杀时隐藏了实力？嗯？怎么不念了？怎么回事？凡是被念到名字的100人有资格参加第2轮天才战，其他人全部淘汰。什么？结束了？100人？仅仅100人可以去参加第2轮天才战？不，这不公平，不公平！居然只有100人！我们这么多人，结果只有100人能够参加第2轮天才战，而那些万古界的天才，他们前来参加天穹盛会的人数不到我们的1/10，结果竟然有900人可以参加第2轮天才战，这不公平！偏心，这太偏心了吧！这天穹盛会对万古界那些天才未免也太偏心了吧！我自问论实力，绝不比那些万古界的天才要弱，为何不能参加第2轮天才战？就因为我来自千古界，我不服，不服！哼，我说过，这天穹盛会人人平等，没有地位高低之分，只有实力、天赋强弱之分。你们无法通过第1轮天才战，那只能说明你们实力弱，怪不得别人。至于公不公平，弱者没资格评断。凡是刚刚念到名字的人可以继续留下，其他人，你们的天穹盛会已经结束，可以离开了，且半个时辰内必须离开。若是不服气，硬要留下来，杀无赦。剑君主，恭喜你了。剑无双，你可是我们3人当中唯一一个能够继续留下来参加第2轮天才战的，可得替我们所在的千古界好好争口气呀！两位保重了。论人数，千古界足足有10数万人，的确比万古界那些天才要多得多，可惜质量上却差远了。万古界那些天才都拥有着绝佳的修炼条件，先天优势比我们这些千古界来的武者要强太多了，实力水准自然远远凌驾于千古界之上。经过第1轮天才战之后，能够继续留下来的900人，必然都是里面的佼佼者，都是真正的天才。我们这些来自于千古界的武者里面，的确也只有最顶尖的100人才有资格跟他们相媲美。都听着，能够通过第1轮天才战继续留在这里的，你们在天穹域内勉强算得上是天才。接下来第2轮天才战会在10天后举行。在这10天里，我会将天穹域各方宗门资料每人给你们1份，你们可以一边为第2轮天才战做准备，一边考虑好要加入哪方宗门。当然，那些宗门并非是你想加入便能加入的，还需要看你们在天才战中的表现。如果天赋实力够强的话，那些宗门自然会来邀请你。剑君主，血凤，我听说你正面接下了风的一刀，运气好而已。创出了一阶顶尖秘籍，这是运气好？看样子接下来几轮天才战，我可得小心你了。这些家伙，一个个都自以为是的，看着真不爽。的确，这些来自万古界的天才，相比起我们来，先天优势太大，所以他们打心底里没怎么瞧得起我们。虽然很不愿意承认，但他们的水准的确比我们千古界这100名天才要强太多了。像风，他应该是我们这100名天才当中最强的了。不过就算是他，在这900名万古界天才当中，估计也排不到前10。或许还真是啊。这3大巨头的门槛太高，凭我的实力还是别想了。
按照这资料上说的，这次天穹盛会也仅仅只有最优秀的几人会被三大巨头看上，收为内门弟子。甚至哪怕是外围弟子，一般也要在这天穹盛会上取得前50的成绩才有资格。我连成为这三大巨头外围弟子的门槛都还差得远呢。除了这三巨头外，还有不少顶尖宗门，这些顶尖宗门倒还勉强有一些希望。古门，古门门主是天穹公认的第一强者，古门永恒境强者玄一是天穹域公认的永恒境第一人。古门传承数万年，除古门门主之外，还诞生过3位道尊。这些宗门实力有强有弱，我想得到充足的修炼资源，得到更大的好处，自然是加入那些更强的宗门。其中3大巨头，古门是最好的选择，再其次便是其他8大顶尖宗门。至于那些中等宗门，还有那些弱小宗门，这些宗门拥有的资源毕竟有限，加入那些宗门，我倒不如独自一个人去闯荡。怎么了？阁楼？悬浮在虚空的阁楼。这阁楼好生强横的气息。大人，这是这次天穹盛会通过第1轮的1000名天才的详细资料。资料有2份，一份是来自万古界的天才，有900人，还有一份则是那些来自千古界的100名天才。这一届的天才水准比起前几届来似乎都要强上不少嘛。原本我云海仙宫这次只准备3个弟子名额的，但现在看来还得多加2个，5个名额吧，5个就够了。这是那千古界100名天才的资料，大人不看看？千古界位面世界如何能够跟万古界相比？这些来自位面世界的小家伙，他们一出生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，天赋、悟性生来就比不上万古界出生的人。再加上他们不懂得如何培养、锻造自己的根基，随着一步步成长，一步步突破达到凌霄境，他们的限制也越来越大，潜力也越来越小，先天就有着极大的劣势，又经历那般堪称荒废的过程，又能诞生出什么天才？这100人里边，能够通过第2轮天才战的，恐怕连5个都不会有。没必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。倒是那900名生在万古界的天才里边，有几个的确不错，值得重视一二。那不知大人是否需要提前向那几位天才发出邀请？这倒是不急，我云海仙宗的门槛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跨入的。若没有足够惊艳的天赋，可没资格成为我云海仙宫的弟子。哼，这一届倒是有几个小家伙还不错。大人是否需要提前向他们发出邀请？先不急，再看看。这个叫风的倒还勉强，不过可惜啊，在这次天穹盛会当中，顶多也只能排到前20。这个叫风的天才，虽然来自上古界，但他的实力天赋非常了得，在这届天穹盛会上，都足以排进前20，值得栽培。立刻向他发出邀请，就说我罗天宗有意将他收入门下。向这风出邀请，让他成为我冰火教的弟子。我冰火教会让一位永恒境强者亲自出面指点他。这个火鹰也还算不错，论实力，通过第2轮天才战应当不成问题。那3大巨头、9大顶尖宗门或许会瞧不上他，但是我天影殿
却愿意将一个内门弟子的名额给他。这冰山还算不错。剑无双，我代表墨火宗向你发出邀请，你若是愿意加入墨火宗，可以直接成为内门弟子，且墨火宗还会让一位实力极强的天神亲自指点你。墨火宗吗？我知道，这是墨火宗九叶天神的传讯令符，你若是答应，可以通过这传讯令符联系九叶天神。截止到现在为止，已经有4个宗门前来邀请我了，3个弱小宗门都是答应我让我成为内门弟子，倒是有一个中等宗门的邀请，可那中等宗门仅是给我外围弟子的名额。都已经7天了，竟然还不来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玄一大人，竟然是玄一大人亲自到来，而且玄一大人还向我道歉。玄一先生，没想到这次天穹盛会竟是你亲自到来。玄一，你古门那群永恒存在莫非死光了？竟然让你这位永恒境第1人亲自出面。哈哈哈哈！玄一先生亲自到来，这届天穹盛会可真是蓬荜生辉了呀！啊！哈哈哈哈！我就过来随便瞧瞧，若是能够替我古门带回几个小家伙，也算不错。将这2份资料给我瞧瞧吧。是。这届来自位面世界的这些小家伙当中，倒是有几个还不错嘛。风、火鹰、冰山、剑无双，这几个小家伙都还可以，不过也不着急，先看看他们在第2轮的表现吧。10天时间已到，接下来天才战第2轮。第2轮与第1轮不同，第2轮天才战，你们的对手并非其他天才，而是战魁。听着，5处战场，你们可以随意进入其中1处战场，跟战场当中战魁厮杀，只要能在这战魁手中坚持半刻钟没有被击杀，便算通过。现在根据我念到的名字，5个人1批，1批1批来。龙心、血无极、野兽、北苍王、诸葛青，你们5个第1批。开始。好强啊！这5尊战魁个个都是领悟的毁灭之道，且都将毁灭之道的第1重玄奥领悟了。施展的秘技也是1阶顶尖秘技。太强了，那5尊战魁都太强了，别说半刻钟了，我在他手中坚持3个呼吸把握都没有。这第2轮天才战，我根本不可能通过。想要通过这第2轮是不可能的，但就算通不过，也得尽可能在那些战魁手中坚持更长的时间，坚持的越久，被那些宗门看中的几率也就越大。第2批，第41批，风、元康、血猴、轩辕无道、一介。这个叫风的小家伙，虽然来自千古界，但在毁灭之道的天赋上确实不错。去告诉他，我万星宗愿意将一个外围弟子的名额给他。给他一个外围弟子名额。是他？这个家伙，这届天穹盛会真正站在最顶尖的几位天才之一，绝对有实力冲击前5的绝世天才千秋无痕。以这千秋无痕的实力，根本无需在那战魁手中支撑多久，他应当可以直接将那尊战魁击败才对。击败战魁是肯定的，但不知道他需要多久才能将那尊战魁击败。我敢打赌，不会过10个呼吸。开始。好可怕，太强了！这家伙简直就是怪物。千秋无痕，好一个千秋无痕！他在烈火之道上感悟极高，不仅将第1重玄奥完全领悟，
就连第二重玄奥也领悟了大半，且他创出的秘技同样极其强横，将他在烈火之道的领悟完全发挥了出来，当真是了不起呀！之前他在第1轮天才战上，虽然也有出手，可是展露出来的实力并没有那么夸张。显然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尽力，就算是现在，他展露的也未必是他的全部战力。这千秋无痕，凭他现在展露出来的实力，若是放到以往几届天穹盛会上，绝对可以冲击第1。像上一届天穹盛会的第1，论战力比他都要略微逊色一些。不过这一届天穹盛会，天才水准比以往几届都要高出一些。这小家伙能否夺得第1，还无法确定。说第1还早了点，但最起码也是前3。去，给这千秋无痕要求，就说我不灭皇朝，愿意给他一个内门弟子的名额。告诉千秋无痕，让他来我云海仙宫，有无尽修炼资源等着他。我无极魔宗的火长老，在天穹域众多永恒存在当中，对烈火之道的感悟是最高的。去告诉他，只要他愿意拜入我无极魔宗，我会亲自将他推荐给火长老。千秋无痕，天赋倒是不错，不过这届天穹盛会的天才水准远远胜过以往几届。在这些天才当中，能够跟他媲美的天才起码有不下于3位，可那几人都没有急着将实力暴露，毕竟没人知道接下来的第3轮跟第4轮的天才战他们将会遇到什么。实力每多藏一分，底牌也就会多一分来，也就更能走到最后。而这千秋无痕却有些急躁了。开始。威能还真是强，不过跟风挥出那一刀比起来，还是要差上一些的。这战魁实力是强，但是仅仅只能支撑半刻钟而已，根本无需让我动用世界之道。这小家伙在剑道上天赋不错嘛？是不错，剑魂之力极其强大，比我见过的很多剑道天才都要强上不少。萧帝大人跟我说过，我觉醒的剑魂是最强剑，非同一般，且也叮嘱过我，要我在天穹盛会上别轻易将最强剑魂给暴露。而我现在只动用部分剑魂之力，没有将剑魂之力催发达到极致。那剑魂虚影我也刻意隐藏起来，也没有人能知道我觉醒了最强剑魂。这小子可真够极限的。的确，明明马上就要落败了，不用太多，那尊战魁只要再出手一次，估计就能将他彻底击杀，送出战场。结果半刻钟时间刚好到了。运气真好啊！哼，我这第2轮天才战中的表现的确是很极限，恐怕所有人都会认为我是运气好才通过这第2轮的吧。这小子剑道天赋是不错，可惜在道的领悟上却要弱上不少，距离将杀戮之道第1重玄奥完全领悟都还差上不少。另外他还来自千古界，能在千古界内达到这等实力算是不错了，可跟万古界那些天才比起来却是差得太远了。能够通过这第2轮天才战已经是他的极限了，至于那第3轮天才战，他一丝机会都没有。哼，那小家伙藏得很深嘛。这届天穹盛会进行到现在，刻意隐藏自己实力天赋的有不少，而他估计是隐藏最深的几个之一。我见过了那么多剑道天才，甚至是剑道强者，其中不乏一些天资卓越之辈，可他们剑道天赋再高，都影响不到我。可是这个小家伙，他的剑魂竟然让我的剑心出现了一丝悸动。哼，不简单呐。124人，可来自千古界的竟然仅仅只剩6个了。将这6枚令符分别交给这6个人，
是。风、火鹰、冰山、玄影、巫皇、剑无双，这是古门的玄一大人令我交给你们的令符。古门？玄一大人，本座古门玄一，你们6个在天才战里的表现都很不错，接下来的第3轮天才战至关重要。本座会在第3轮结束之后确定是否收你们为古门弟子，希望你们在第3轮将自己的实力彻底发挥出来。古门？原以为能有一个顶尖宗门看上我，收我为外围弟子就已经不错了的，没想到那古门竟然有意收我为弟子。古门嘛，古门呐，就连我们都没有资格被古门邀请，而这来自千古界的6人竟然得到玄一大人亲自送出的令符。不，这论天赋论实力，这千古界的6人里边最强的风，在我们这些人里也仅仅只能排入前20罢了。像那个巫皇、剑无双、冰山、玄影几人，那他们的实力在我们这里更是垫底的，可他们竟然也都得到了玄一大人亲自送出的令符。也不知道古门的那位玄一大人到底是怎么想的。玄一先生竟然对那6个来自千古界的小家伙感兴趣。我古门重视天才，但天才分为2种，一是天赋卓绝的天才，另一种则是心性坚定如妖的天才。而这2种天才里边，我这个人更倾向于后者。这些从万古界出生的天才，相比起千古界来，先天优势太大。他们得天独厚，更容易修炼达到凌霄境地步。他们遇到的挫折、磨难少之又少，心性自然要差上不少。而那些来自千古界的小家伙就不同了。千古界，位面世界，那里修炼条件太差。一个位面世界无数武者，却只能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修炼达到凌霄境层次。可但凡是能够达到那一层的，都是从无尽的挫折当中成长起来的。他们的心智一个个都已经成熟，说他们心智如妖也毫不为过。万古界异常凶险，想要在万古界内活得更久，心性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。玄一，我们这次可是来选天才的，而之所以要选这些天才，是想让他们今后成为强者，成为各自宗门的中流砥柱，可并非是要他们活得更久。那是你们云海仙宫，我古宗弟子修炼只为活得痛快逍遥，不管实力是强是弱，能够一直痛快地活下去便已经足够。哼，歪曲的理念，怪不得你古宗一直成不了天穹域第4巨头。既然如此，那这届天穹盛会，你古宗将那千古界的6个小家伙带走便足够了。若是你们不与我古门争夺的话，那这千古界的6个小家伙，我古门都要了。给你，6个来自千古界的小家伙罢了。既然玄一先生想要那6个小家伙，我无极魔宗自然不会不给面子。我不灭皇朝对那6个小家伙本就不感兴趣，你玄一先生既然要，我自然不会争夺。如此，那便多谢几位了。第2轮天才战结束，要等到1个月后才会开始那第3轮天才战。这1个月我会带你们去个地方，让你们在那儿度过这个月。带我们去个地方，不知道会去哪里呢？就是这儿了。这座峰名为悟道峰，悟道峰上众多洞府。这1个月时间里，你们可以待在这悟道峰内自行修行。去吧。怎么回事？我感觉在这里悟道，比在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。对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这悟道峰竟有这种能力，比进步速度慢，1个月慢。
现在就要看看这1个月的时间，我到底能够提升多少。都出来吧。1个月这么快就过去了。跟我走。1个月时间过去了，不知道这些小家伙都进步了多少。谁知道呢？不过应当不小，毕竟这1个月他们可都是待在悟道峰内的，在悟道峰内参悟道，比在外界其他地方要快上足足1倍。就算是比较一般的天才，在那儿待上1个月都能有一些进步，何况是这些能够走到第3轮的顶尖天才呀！等着看吧，前2轮天才战，不少小家伙都刻意隐藏了实力，可第3轮跟前2轮不同，这些小家伙的实力都会一一展露出来，到时候就看谁更强了。剑无双、风，这2个小家伙隐藏的都很深，特别是剑无双，能够让我的剑心都出现一丝悸动的，整个天穹域都还没有呢。接下来的第3轮，他们的实力便会彻底展露出来，不知能够达到哪一步呢？希望能给我带来惊喜吧。第3轮天才战，擂台战。第3轮天才战为擂台战，待会儿所有有资格参加第3轮天才战的天才们，都会经过抽签决定他们的对手，进行1对1决战，胜者可以继续对战，败者淘汰，直到所有对决结束，决出最强者。而能够在第3轮天才战中走到最后最强的10人，都可以得到丰厚的奖励。只要是进入前10，都可以得到10万神晶，排名第2、第3可以得到50万神晶，排名第1 100万神晶，外加1枚道元果。这天才战不是一共有4轮吗？现在仅仅只是第3轮，竟然就决出实力高低来了，那这第4轮就将比拼什么？不知谁会跟我第一个交手啊？是他。看来我的运气还真是不错嘛。这第1场对决，竟然让我碰到了千古界的人。小子，你之前在第2轮天才战的表现我看了，跟我比起来你还差得远呢。所以待会儿的擂台战，你直接认输吧，省得浪费时间。要我直接认输吗？如果你实力真够强的话，我自然会认输的。哼，我现在给你机会你不要。那好，等待会儿的擂台战一开始，我会让你想认输都做不到。这个人我记得，他的名字叫龚朝，前3，最起码有前3的战力，绝对不比那个千秋无痕要差。他在雷霆之道的感悟太高了，这等实力跟那千秋无痕一样，完全有机会冲击这届天穹盛会的第1。又一个绝顶天才出现了，快，立刻向他发出邀请。龚朝，不错，有资格当我的对手，不过我肯定比他更强。龚朝吗？很强的人，面对他，我必须全力以赴，才有机会跟他一战。3棍便击败金月，实力可真够强的。楚阳，剑无双，到我了吗？剑无双，加油啊！这楚阳运气可真好，碰到了那个来自千古界的剑无双。有资格进入这第3轮天才战的124位天才当中，这剑无双绝对是最垫底的几人之一。谁能够碰到他，几乎是稳定的。那楚阳运气太好了，这一战一点悬念都没有。那小子藏了这么久，也该略微展露些实力了吧？
让我好生瞧瞧吧。小子，记得我之前对你说过的话吧？我说过，这一战我会让你连认输的机会都没有。哼，我拭目以待。这小子还蛮镇定的嘛。肯定是强装的，我赌他在楚阳手中走不过10个呼吸。10个呼吸也太短了些吧？那剑无双怎么说也是通过第2轮天才战，在那战魁手中走过半刻钟的。举重若轻，这楚阳对大地之道的感悟已经到了这一步吗？1个月前，他对大地之道的感悟还没有这般高的。看来他在悟道峰的1个月进步不小嘛。那剑无双惨喽！看到了吧？看到我这1个月的进步了吧？星灭！怎么可能？杀戮之道第1重玄奥彻底领悟了。是领悟了，不然刚刚那一剑未能不至于这般强横。可这怎么可能？1个月前他在杀戮之道上的感悟也就一般，距离将第1重玄奥还要差上不少的，怎么短短1个月的时间就领悟了？不仅领悟了，甚至还开始涉及第2重的玄奥了。短短1个月进步那么快？短短1个月进步大成这样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这才1个月而已，他怎么会进步这么多？你刚刚说要让我连认输的机会都没有，现在便看看是谁没有认输的机会吧。剑无双，恭喜你了！剑无双厉害呀！实力不错。火鹰啊，凭你的实力，仅仅只是第1场擂台战，应当很轻松的。但愿吧。我的对手是他。剑无双，欧阳轩。这剑无双虽然说来自千古界，可他能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内便进步那么多，天赋很是不凡。至于那欧阳轩，属于真正的顶尖天才，而且心性也不错。从天穹盛会开始到现在，他一直非常低调，就算展露出了不俗的实力，也令很少人注意到他。是块苗子。那剑无双我们是不想了，毕竟玄一先生已经要了。不过那欧阳轩倒是值得争取1、2。这剑无双的实力跟欧阳轩应当非常接近，他2人的对战，也不知道谁能够获胜啊。看着吧，若不大战一场，的确很难分出胜负来。失算了，原以为那楚阳有机会逼得这小家伙施展些底牌手段的，却没想到这小家伙在悟道峰的1个月时间，进步竟然会这么大，仅凭杀戮之道便将那楚阳给击败了。之前是那楚阳太弱，可现在碰到了更强的欧阳轩，应当可以逼得他施展些手段吧。欧阳轩，这欧阳轩同时领悟了水滴、疾风之道，且滴水之道都已经将第1重玄奥完全领悟了。之前在悟道峰的1个月时间，他进步肯定也不小，实力之前远在那楚阳之上。剑无双，你刚才跟那楚阳的对决我看了，你的实力很强。从这届天穹盛会开始到现在，我虽然也跟不少人交手，可直到现在还没有1个人能够逼得我施展全力。希望你能够做到这一点。剑无双，我知道你擅长剑道，刚好我也擅长剑道。剑海秦灭，滚！欧阳轩，你就这点本事吗？很好。从天穹盛会开始到现在，你是第1个让我全力以赴的。重剑，剑无双，接我几剑吧。啊，是流云13剑，
永恒境存在流云所创出来的，完全针对滴水之道的绝招，这小家伙竟然学会了。这流云13剑无比珍贵，这欧阳轩区区一个凌霄境，他是如何得到的？流云13剑一剑比一剑强，不知道凭他对滴水之道的感悟，能够施展出第几剑来？竟然可以施展出第3剑！尽管不是自己所创的秘技，但能够在凌霄境层次便施展出第3剑来，也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仅凭这一招，这欧阳轩在这届天穹盛会上绝对可以排进前20。那剑无双要败了。欧阳轩，你也是这届天穹盛会里第一个让我施展全力的人。终于要用全力了吗？那是世界之道，是世界之道，而且感悟极高。哼！世界牢狱？什么？竟然可以施展出如此巨大的世界牢狱来！这小子应当早就将世界之道的第1重玄奥完全领悟了。至于第2重玄奥，他也领悟了极多，不然绝对不可能如此完美的控制一个如此巨大的世界牢狱。好个厉害的小子！之前几轮天才战，包括第3轮的擂台战，他都从未暴露过任何感悟世界之道的迹象。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在杀戮之道上感悟高，却没想到他对世界之道的感悟竟然更加了得。之前单单对杀戮之道的感悟，在这届天穹盛会上他就已然勉强排进前20了。现在他对世界之道的感悟比杀戮之道更高，这份实力前10，绝对有前10的战力，甚至前5。同时领悟杀戮之道、世界之道，且感悟都这般高，剑道也极其了得。论战力，的确有资格排进前5。最重要的是，这小子竟然来自千古界。世界之道？不对，这小家伙依旧还保留着一些手段，能够让我的剑心都出现一丝悸动。他的剑道非同一般，只是一直不曾真正展现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他对世界之道的感悟怎么会这么高？这家伙好强啊！杀戮之道、世界之道感悟都极高，这2种道完美发挥起来，我挡不住，我绝非他的对手。太强了，在这届天穹盛会当中，能够凌驾于他之上的，估计也就只有千秋无痕和宫潮2人了。剑无双，你藏的可真够深的。彼此彼此。我现在倒是真有些期待，能够在这擂台战上遇到你，跟你正面一战了。我也很期待，不过这擂台战的对手也并非是我们说了算的。那等这天穹盛会结束，你我再好好战上一场。可以。都听着，接下来我会以特殊的方式决断出你们当中最强的20人，继续接下来的擂台战。特殊的方法，准备好了吗？气息压迫。果然，那2个小家伙在这一关当中是最轻松的。没有倒下的20人可以继续参加接下来的擂台战，争夺前10、前3的排名。其他人全部淘汰。中火对战秋月，李霄云对战幻虫，凤天一对战翼王，风对战千秋无痕，剑无双对战宫潮。我们2个的运气还真是。
这两个来自千古界的小家伙可真够倒霉的，好不容易走到最后，有希望冲进前10，得到前10的奖励了，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竟然碰到了宫潮跟千秋无痕。来自千古界最强的2名天才，跟万古界最强的2名天才对上，这2场对决有意思了。那2个小家伙其实实力很不错，特别是那个剑无双，都有资格冲击前5的。可惜他碰到了宫潮。那宫潮虽然展露出来的实力只跟千秋无痕相当，可我等都看得出他还隐藏了一些实力，也就是说他真正实力比千秋无痕都强上一线。剑无双碰到他一点机会都没有。唉，可惜了呀。宫潮跟千秋无痕这2人天赋奇高，风虽然还隐藏了一些实力，但不管是对上谁都没有什么机会。至于剑无双嘛，哼，这小家伙同样还隐藏着不少的手段，不曾施展。如果他遇到的千秋无痕凭借这些底牌手段完全可以一战，甚至还有一丝希望取胜，可他碰到的却是宫潮，想要击败宫潮一丝机会都没有。现在就看他能够将那宫潮逼到哪一步了。风，祝你好运。好可怕的刀法，这刀法太强了，在毁灭之道的感悟上这般高，刀法还如此强悍，这风好厉害啊！前5有前5的战力，这风展露出来的实力绝对不比那剑无双要差。这届天穹盛会竟然有2名来自千古界的天才拥有前5的战力，拜吧！剑无双跟宫潮，这一战有意思了。一个是千古界的第1，一个是万古界的第1，难得碰上啊。不管怎么说，赢的肯定是宫潮，就是不知道那个剑无双能够将他逼到哪一步了。宫潮的实力比起其他天才来要强上太多了，就算是千秋无痕跟他比起来也要差上一些。这般实力，这届天穹盛会无人能够匹敌。这剑无双虽然不错，但跟宫潮比还是差得太远了。我看未必。这剑无双从一开始便一直在隐藏实力，其手段层出不穷，就好似一个无底洞一般。像之前第2轮天才战上，在跟那战魁激战时，他几乎是必败了的，结果他却凭着自己的剑道硬生生支撑了半刻钟的时间。第3轮擂台战，一开始他跟那楚阳激战，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内战没有任何的悬念，他是必输的。可结果呢？他用在悟道峰1个月的进步，轻松击败了楚阳。还有刚刚他跟欧阳轩的对战，当欧阳轩施展流云13剑时，我们又认为他输定了，可马上他就动用了世界之道，击败了欧阳轩。接连3次，每一次他都出了我们的意料之外，也一次次刷新了我们对他的认知。这3次下来，纵然是我，也完全看不透他了。如果是别的天才对上这宫潮，我肯定认为是宫潮胜，但这剑无双嘛，我还真不敢说。那剑无双毕竟只是来自千古界的一个小家伙，能够达到现在这一步已经翻破天了，难道他还想击败宫潮？可笑。宫潮，你很强，比我这次在天穹盛会上遇到的任何一人都要强得多，而且我看得出来，你从一开始到现在都还没有全力以赴过。我真的很想看看
你真正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？那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。弱者没资格让我全力以赴。哼，试试吧。你的实力比我之前碰到几人也要强得多，所以一开始我便会认真对待。尽管出手吧。开始了。好恐怖的威能！这一棍啊，2阶秘技，这一剑，哼哼，不错，再来。哼，谁怕谁呀？这2个人都太强了，好恐怖的实力啊！我不管是对上他们的哪一个，都会被轻易击败，甚至灭杀。那公潮，他在雷霆之道的感悟太高了，远远超过我们所有人。就算是那千秋无痕，在道的感悟上也不及他呀。如果公潮是雷霆之道强，那这剑无双，他则是自身剑道异常恐怖。他在剑道上的感悟，应当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高的。这剑无双，好强的剑道修为！公潮展露出这般实力，甚至施展出了2阶秘籍，那都在情理之中。可这剑无双，之前我们看他剑道修为极高，却没想到竟是高到这等地步。光论对自身兵器的掌控和理解，天穹盛会这么多天才，没人能够及得上他。他的剑魂之力太强了，相比之下，公潮虽然也动用了魂的威能，可他的棍魂明显比不上这剑无双的剑魂。果然，这剑无双又一次刷新我们对他的认知。剑道，他现在展露出来的剑道修为已经非常了得。一个凌霄境，剑魂之力强大到这一步，堪称不可思议。不过这一步真的是他的极限吗？我已将我最强的一招施展出来了，且剑魂之力更是动用了70%，可结果却依旧没法占据上风。剑无双，你的实力真的很强，看来我想要击败你，也得动用一些底牌了。动用底牌？看棍！这是什么力量？那是阴阳之道。对，是阴阳之道，时强时弱，时快时慢，强弱结合，快慢结合，这的确是阴阳之道。且看他施展的棍法，他对阴阳之道的感悟还极高，虽然比不上他对雷霆之道的感悟，可也是将第一重玄奥给领悟了的。这公潮不仅对雷霆之道感悟如此之高，竟然还领悟了阴阳之道。这阴阳之道可是众多道里边最难领悟的一种啊！且最重要的是，阴阳结合，协调能力极强。他可以在施展棍法的同时，将雷霆之道也完全发挥出来。这战力完全可以飙增到一个全新的层次。好家伙，明明是2种不同的道，竟然转化的这般完美。你感悟2种道，我也同样感悟2种。你感悟阴阳之道，2种道的转化近乎完美，这一点我的确比不上。不过我一个人比不上，那2个呢？什么？2个剑无双？一个变成了2个？这是什么？杀！世界牢狱。萧帝前辈说过，要我尽量不要暴露完美根基跟最强剑魂，并没有说不让我暴露2大本尊。分身秘术。好家伙，这个来自千古界的小子，他竟然身怀分身秘术，而且已经练成了。一个凌霄境的小家伙竟然练成了分身秘术，不可思议，当真不可思议！竟然练成了分身秘术，这分身秘术就连我都没办法练成啊！分身秘术何等珍贵，就算在万古界内，那分身秘术也属于非常了得的手段了。
在整个天穹，也就我们3大巨头还有古门是拥有一门分身秘术的。除此之外，天穹域其他8大顶尖宗门都不曾拥有这等秘术。这剑无双，一个来自千古界的小家伙，竟然得到了一门分身秘术。这剑无双展露出来的实力，远远出了千古界天才的水准。而且他不仅剑道修为极其了得，更拥有分身秘术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他肯定是得到过非常了得的机缘。这机缘应当是我万古界某位顶尖强者留下的衣钵，或者洞府。很有可能。可惜了，我之前答应过玄逸先生，不会过问这千古界的6名天才。不然，我真想将我无极魔宗的一个内门弟子的名额给他。是有些可惜。或许这小子之前是得到过不俗的机缘，天赋也不错，可说到底，他还是来自千古界。一个来自位面世界的小家伙，就算真有几分天赋，可将来的成就也就有限。毕竟千古界的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去打造自己的根基，他们的根基弱得可怜，而根基可是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潜力的。分身秘术，不错嘛。这小子给我的惊喜越来越多了。8成已是极限了，绝不能再动用，不然我的最强剑魂就难以藏住了。这小子，他的剑魂威能又提升了。他到底藏了多少底牌？一个凌霄境，剑魂之力强成这样。果然，现在的他到极限了吗？宫潮竟然被彻底压制住了。宫潮将自己的底牌阴阳之道都动用了，结果依旧被压制。这剑无双太强了。这2个家伙真的很强，不过这届天穹盛会的第1绝对是我。这2人任何一个我都不是对手，他们2个太强了。剑无双，我从未想过这届天穹盛会上竟然有一个人可以将我逼到这个地步，而且还是一个来自千古界的人。你真的很强，如果是1个月前我碰到你，真可能会败在你手中。然而在悟道峰的这1个月，却是我进步最大的1个月，所以这一战必败。这速度，这力量，第2重，雷霆知道的第2重玄奥，他已经完全领悟了。竟然领悟了第2重玄奥。怪物，大怪物！一个凌霄境，却将雷霆之道第2重玄奥完全领悟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我认输。我在悟道峰的1个月，在世界之道的感悟上有着巨大提升，但也仅仅只是对第2重玄奥入门而已。可他竟然将第2重玄奥完全领悟了，这简直是将第2重玄奥完全领悟了。他的实力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。我要是不顾一切将最强剑魂完美根基赋予的绝对力量，肉身上的优势全部暴露，或许可以正面一战，甚至取胜的可能性还是极大的。可惜，以你的实力，如果不是提前碰到宫潮的话，完全可以冲击这届天穹盛会第2的。你若不是碰到千秋无痕，不也一样可以冲到前5吗？不管怎么说吧，这场擂台战咱们已经结束了。这静仙子实力不错呀。他的实力是很强，对滴水之道的感悟极高，但你本尊分身齐出2打1，绝对可以压制他。哼，或许吧。不应该呀。剑无双，本座给你一个古门内门弟子名额，随我去古门吧。古门内门弟子，如何？内门弟子，我也是。你们3个呢？
我们3个比不上你们，都只是外围弟子。外围弟子也不错了。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去那古门中修炼了。别急，这天穹盛会还没有结束，还有最后第4轮天才战呢。那第4轮天才战会是什么呢？接下来第4轮天才战，也是这届天穹盛会最重要一个环节。但凡是经历过擂台战的124位天才都可以参加。最重要的环节。第4轮天才战跟前3轮不同，前3轮天才战所检验的完全是你们各自实力，实力越强，取得成绩自然也越好。然而一时的实力强弱只能说明一部分，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天赋潜力。而第4轮针对的便是你们潜力、天赋的最终检验。检验方式只有一种，时间。时间？什么是天才？别人要花费10年才能达到的目的，他1年便能达到，这就是天才。比如从凌霄境突破到天神，再到成为永恒存在，一般人可能要花费数千年、上万年，乃至数十万年的时间。可真正顶尖的天才，却可以在1000年乃至100年内达到。时间可以说明很多东西，所以这第4轮天才战检验的，便是你们从出生成长到现在所用的时间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们的修炼岁月，以及你们在凌霄境所待的时间。这第4轮天才战竟然是检验我们的修炼岁月。我承认，一个人修炼了多久，具备什么层次的战力，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他的天赋的。然而，我们都是来自千古界的呀，在千古界那样的修炼环境下，我们突破达到凌霄境，对道的感悟都比万古界要困难得多。想要达到同样一个层次，我们用的时间肯定也要比这些万古界的天才要多得多呀。这第4轮天才战对我们千古界一方来说太不公平了。是有些不公平。